波罗的海的铁锈与光。在塔林纳冻结的海港边，亚历山大刚完成这段化疗疗程后最后的阶段。这一段时间里，他的世界缩小到只有医院那扇看出去灰蒙蒙的窗户，以及床头不断滴落的透明药液。他觉得自己像是一艘搁浅在冰面上的废船，灵魂正被病痛慢慢锈蚀。他的4个老友，几位在苏联时期留下来的造船工人，不忍看着他像一块废铁般枯萎。你们不用再来看我了，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亚历山大说，还记得那时候的我们吗？亚历山大，领头的维克多粗声说，我们今天要带你去看海。他们利用了这座工业城市的旧遗产，他们找来一台老旧的工业用货梯车，那是他们在造船厂非法借用的。他们将亚历山大的轮椅固定在货梯的铁平台上，用厚重的羊毛毯把它裹得像个茧。在一个严寒的深夜，这群老工人推着货梯车，在结冰的柏油路上隆隆作响地移动。他们避开了巡逻的保安，来到了一座即将拆除的旧灯塔下。他们利用货梯车的液压臂，将亚历山大高高举起，直到他超越了城市所有建筑的高度，直到他与那座古老灯塔巨大的旋转棱镜平齐。在那里，亚历山大看到了那盏巨大的、温暖的灯塔之光，在黑夜中规律地扫过他的脸。在那一刻，这4个老友在下方大喊，亚历山大，看着那道光，他每转一圈，你就多活1秒。你不是废铁，你是这海上的导航员。亚历山大仿佛感到了他的感官开始起了变化，原本因为化疗而失去味觉的他，突然闻到了空气中带咸的海盐味。原本因为疼痛而麻木的手指，感受到了毛毯细微的纤维。那道规律的光，仿佛与他的心跳同步了。他感到一种强大的被宽恕感。他原谅了这场病，原谅了自己不再强壮的身体。第2天回到病房，护士惊讶地发现亚历山大竟然在吃那份他平时最厌恶的冷掉的黑面包。他看着窗外的雪，眼神不再是死寂的灰色，而是像昨晚那道灯塔的光一样，有了焦点。虽然药物还在体内搏斗，但我已经不在那张床上了。